我叫苏婉，我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我穿进了一本书里，成了那个假千金。明明可以躺赢，却非要作死。为了改变命运，我选择主动回到乡下，抱紧5个哥哥的大腿。谁让他们以后都是大佬呢？大哥入朝为官，官拜3品；二哥被神医收徒，医读双绝；三哥上了战场，成为了大将军；四哥厨艺无双，开的酒楼被御赐天下第1楼；五哥则是天赋异禀，丹青妙诀闻名天下。这大腿现在该醒了。大哥没事，我只歇片刻。啊！谁在叫？这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。都醒了，先别乱，大哥还在屋里。隔壁究竟出了什么事？怎么偏偏在这时候闹起来？一只酒壶，一块防害牌，便足够叫赵家精心谋划的一切彻底偏了方向。谁让你负责？为什么会是？赵希云醒来后才发现，自己等的人根本不是大哥。闹得这么大，放心，我会对楼都醒了。可大哥还在屋里，这一声尖叫终会把赵家的人斩来。等他们赶到，才会知道自己究竟弄错了什么。头疼的厉害，昨夜喝了多少，我竟记不清了。老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何处？大哥昨夜喝多了，便在客栈住了一夜。见你希冀的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老三在此，我便不必多问了。只要撞见那一幕，苏锦便再也赖不掉。苏锦，今日你休想逃！纪云呢？怎么会不在这里？不，我先把苏的清白药撕来去。污他女儿清白，我昨夜醉得不省人事，便医治这间房中。赵夫人从何而来？此话何意？何意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大哥玷污我女儿，还敢装糊涂？我敬您是师娘，可您空口白牙污人清白，若再胡言乱语，苏某便去衙门告您诽谤。他竟还瞒要我！只要我的女儿担下此事，我叫你牢底坐穿，此生无缘可举。这混蛋可大骗他刚才越是你大哥，越说明此事另有预谋。没有证据，我绝不会认下半分莫须有的罪名。赵夫人，污蔑人总要讲证据。我与赵小姐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未曾发生。不对，希云为何出了寨子？难道这罪名苏某不认。希云，你究竟去了哪里？夫人，不好了，弄错了，小姐她和齐秀才。齐远，怎么会是齐远？小姐在另一间房里，齐秀才也在，那边已经闹开了。原来他一进门便认定是我，先去果然不是误会，先把门关而是早有预谋。不会的，希云不会在这里出事。我的天宇！快些把人都挡！不能让这些人再看下去。关门！原来赵夫人一进门便认定是我，竟是早就替我设好了这场局。赵家对大哥的心思，原来早就坏到了这一步。若不是阴差阳错，今日被污名缠身、再无退路的人，便会是我。赵夫人一进门便把罪名扣在我头上，不是误会，为时会乱。大哥，咱晚小姐都在等你。大哥，你回来了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无碍，只是昨夜饮得多了些，让你担心。大哥嘴上说无碍，可他越是温和，越说明有些事不愿叫家人担心。赵家这回分明是冲大哥来的。赵家原想算计大哥，谁知最后闹出了岔子，他们不敢声张，只能急着遮掩。我怎么觉得赵家本来就是冲着大哥来的？苏家如今有多少家底？而是大哥年纪轻轻中举后，人人看的就少差分的。原来在婉婉眼里，被人觊觎并非可笑，只是因为我知道旁人算计的前程。婉婉，何以见得赵家是冲着你大哥来？赵院长早年科举屡试不第，止步举人，后来才办了仲云书院。科举是他心里的一根刺，他自然想找个有望中进士的女婿，替赵家挣来前程。大哥年纪轻轻中了举，前途可期。赵家何村长家何尝不是看中了吧大哥这一点？咱家在河边穷的吃土，没想到弄到我苏锦也成了香坡。那是因为大哥优秀，温润如玉，才学出众的人。婉婉说的对，若非看中大哥的才能，他们图咱们家家族邻避什么？穷的吃土，我就是觉得你说咱家穷的吃土实在好笑。半年前我在路上把这个算命越来越好，家中会有面线出，婉婉没听到，咱家果真越来越好啊！他就是咱们家的福星。我做的一切，本是为他们考家灭张家偶道歉，让他们给我的，我会去栽回路，往后的路。
有婉婉在，苏家的日子越过越好。若那祸事真落在我身上，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，怕是再经不起折腾。多亏了婉婉，若不是她叫我们回家，断腿的说不定就是我了。你娘跟我说我谁试试，我大农天都惊出了一身冷汗。爹，这是您自己的福气，和我关系不大。若非我知晓那些原本会发生的事，也未必能提前让爹避开矿山的灾祸。爹能平安终老，大哥拜科比赵西兰，二哥的伤也恢复得极好。只要他们都好，我做的一切就值得。年关只剩2日了，等过了这个年，家里还有许多路要一步步走下去。离年关只剩2日，赵家门前却连灯都没点。看来客栈那场事儿，果真闹得不小。劳烦问一句，赵家这2日可有什么消息？赵家把消息瞒得严实，闭门不出。可齐家已经派人上门提亲了。齐家既然先上门提亲，赵家就是想把这桩丑事压下去，也没那么容易了。赵院长听说齐家来提亲，气得连当场病倒。如今连这2样都快守不住，赵家原想借一场算计把大哥困住了，到头来困住自己的却是赵家。赵家出了那样的事，这书院竟还照分开着。曹县令用了库银接管书院，规矩和夫子都没动。那件浅蓝袍子，这不是我最喜欢的，偏偏将那一回给弄坏。四哥，你穿这身也很精神，等年后给你做件更好看的浅蓝袍子，好不好？等天一黑，团圆饭就要摆上桌了，鸡鸭鱼肉齐全，这样满满当当的一桌饭，从前的苏家连想都不敢想。几位哥哥皆是锦衣长袍，独四哥一身就熠熠坐在其中，像极了误入主家饭桌子马夫。四哥，今儿你这身旧袍，倒衬得咱家这桌饭更像过年了。等我过了年换新袍，定要比你们的都好看。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这样的画面从前出现在我不敢奢望的梦里。爹娘慈爱，哥哥们纵着我，护着我，那些空落的被这一盏灯照远了。那可说好了，年后我要一件比从前那件强的浅蓝袍子。说好了，过完年就给四哥做。夜里落了雪，正应了新年的景。娘，给大哥再添2成衣吧。京都繁华，穿戴体面些，总能少受些轻慢。好，明日就给他裁。曾因衣着寒酸，受尽轻慢，不能叫人看清了。既然我来了，便不能再让那些寒文事发生。苏家除夕热热闹闹，少主让多看苏家小姐，我可得一件事也不能漏。今日谁贴了春联，谁挂了灯笼，谁吃了几碗饭，四公子跑了几趟茅厕，这也该记下。万一少主问起呢？这回写的够详细，风影大人看了准会满意。完事回去交差。我写的这样详细，风影大人总该满意了。你写的？是。你自己看看，写的都是什么？苏家四公子一天跑几趟茅厕，也就值得记下。不是您说要写的详细些，才能送给少主？跟了少主8年，竟连少主最在意谁都看不出来。我是让你写苏家小姐的事，不是让你盯着几个大老爷们儿。原来少主最在意的是苏家小姐。跟了少主8年，连说最在意谁都看不出来。少主说她娇弱，要咱们多看贵。苏小姐哪里娇弱？苏小姐若少一门懂的人，我都能看着小少主不上不谈。暗中护卫即可，不可惊扰苏家人的日子。来，婉婉也拿着，钱不多，却是咱家过年的心意。谢谢娘，好好收着呢。我会好。从前家里连年节都不敢讲究，我头一回收到压岁钱，最该沾的是婉婉带回家的福气。我抄书攒下的几两银子，本就是想在年年节交换一起气。婉婉的光，那头一线佛送给婉婉，愿我家婉言年有今朝，岁岁常欢愉。他替这个家做了那么多，苏家能给他的或许不多，可这份心意该叫他知道。年关大吉，岁岁常见。三哥没大哥博学，只愿婉婉快乐无忧，愿婉婉年年顺累，日日开心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后想做什么都能成。给婉婉买好多胭脂首饰。谢谢哥哥们，谢人凑了2两，我都记着呢。往后咱们一家人日子只会越过越好。年后羊奶造的重新开张，可杀奇葩不能再只靠灵脉，若开糕点铺，单凭一种点心，难和同行卖出证。市城清河县已有名气时，把饭到井藏后继后，再想新的生财之道。新年初销小聚的总更多，手里攒的越多，替将来便越有底气，什么日子都能慢慢做起来。年初时转眼便至，大哥要随商队入京赶考了。此去东都，路远且长，可家里替我准备的这样周全，我不能辜负他们的盼望。这一去便是1年半载。阿景，宗都的来线报平安，家里都惦记你。娘放心，我在京都也会挂念你们，住处也安排妥当，我一定考个进士回来。只要他平安，娘便什么都舍得。大哥，自信些，考个前3甲回来给我们瞧瞧。还是别太自信，免得到时候没考上让人笑话。大哥一定可以，祝大哥此去金榜题名，前程似锦。这一程不只为功名，也为不辜负大娘与妹妹今日送我的盼望。如今想来，倒是咱们占顾家的大便宜。若非顾家，这怎能得知这样知书潘氏打理的乖女儿？爹总助这一去，苏家的日子便会一点点变得不同。4哥伤愈后也要去州府学手艺，往后的苏家怕是会越来越冷清。年后便标好了动土营建千里砖窑，不动营造丁日会基。叔，我来帮着盖房，不要工钱，您管我一顿午饭的恩情。有这份辛勤日呀，便年前午饭管饱。
其余花销连同工人的工钱算进去，等新屋竣工，总计还得30两左右。30两不是小数目，才有和工党预备期，到时候便能知道同济动土。5日之后，5日教一锹土落下去，苏家这3间青砖房便真要从地里长出来了。先把原先的竹篱推掉，再挖好加建房屋和围墙的地基，这一忙又得10来天。地基挖稳了，等砖瓦一到，屋墙和围墙都能接着起。砖瓦到后，原先几间土屋只需补屋顶换青石瓦，旧篱笆会推掉，旧屋会补好。苏家的日子不是把从前抹去，而是让从前也跟着过得更好。等四哥回到清河歇起来，我还得在县里买一座小院做生意才方便。村里的新屋是安身之处，县里的小院让去苏家生的生意真正走得更远。苏家的老宅早晚也得翻新，拉起马将桌子反买，宣丑苏奏阁，把傅建坏卖出去才是更快的路。可杨乃造不同，人后换来的绝不止眼前的银钱，杨乃造才是暴富的关键。方子在谁手里，往后的路便会走向哪里。只是这回找上门的人比我预想的更早。尹今日看起来，我家正在忙修建一事，暂时脱不开身。从前他在顾府说话从不这样利落，倒真有了几分能坐上谈判桌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便不绕弯子了。做了10几年的他，分明还是苏婉。只让那张裸拿下，若不处理，还拿从前的苏婉衡量，他们从相亦是苏婉。他想看，我便让他看。只是杨乃造值多少，不会由顾家的眼光替我定价。我们准备举家搬迁至兖州，以后便不在清河县了。是他扫马已经，顾府早已不是对容。所以临走前，爹才来见你一面。如今再用这一声爹，只会让我觉得可笑。从顾家将我送回山羊坝那一日开始，顾家的父女相称。顾江出后，当初的父女情分我，再以父女相称。顾夫人本就抵触，说她知道了，只怕又要说苏攀我顾家。苏婉，当初我忙着做生意，未曾插手此事。我也同你娘说过留你下来，可她一意孤行。顾老爷，若您找我另有其事，不妨直言。若是特意来与我道别的，那我知道了，您可以请回了。他已不耐烦了。再说旧事没有半点益处，只能将方子的事拿出来谈。是这样的，去年秋，市面上突然盛行一名为杨乃造区的实心屋，我看中杨乃造的价值，愿以高价购买此造方子，将它发扬光大。哦，你可愿考虑？顾老爷能给多高的价？1000两。婉婉，若是1000两就能谈成的买卖，我会亲自来找你吗？他亲自上门，顾家这回准备给出的价，怕比我想的还要高，那就是1万两喽。是1万两，买你杨乃造的方子。1万两。若你同意卖给顾家商号，往后每年我再给你1成分红。1成分红听着可观，可真正握住商路与定价权的，依旧会是清河县3家铺面，再加一座3进宅院，也一并赠与你。铺面都是我想要的东西，可越是恰好，越说明顾家早把我的心思算过一遍。如此可够诚意。1万两分红、铺面和宅院，顾家开出的条件确实已足够叫许多人心动。他以为这些条件已经足够诱人，可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杨乃造方子本身，可这笔账还远没有算完。不开楼面铺面的人没有，还没能换来我的方子。顾老爷既然这么有诚意，那就让我看看他到底还能拿出什么来谈。婉婉笑什么？是觉得我给出的条件还不够好？顾老爷，请恕我无法答应。这牛奶造的方子，日后能为我带来的利益不可估量，绝不是区1万两，以及每年的1成分红就能定义的。或许我前期仅凭自己一人的确有些艰难，收益也不会很高，但是，一旦我把这生意做起来，日后长久做下去得到的利润，可不止1万两。换作是您，您会卖吗？那婉婉可以随便提要求，只要顾某能够做到，也不是不可以商量。如果你觉得我给的价格还是太少，我可以把顾家商号下位于襄州府的一处酒楼也传给你，那可是个长久稳定的生意，年入1000两不成问题。说得好听，顾老爷思虑周全，顾家财大气粗，是我等小门小户不能比拟的。但还是恕我国不能将方子卖出。您能看到这造的将来，我亦能看到。为商好比做人，绝不能只看重眼前的利益，更需看重长久的利益。辛苦顾老爷特意走这一遭了，请回吧。那不如这样，我可以替婉婉打开杨乃造的销路，帮你成立作坊，广纳民工，助你迅速将这产业扩展至整个大潮，甚至是西域。你现在手上应该银钱不多，想要自己成立作坊，请民工打开销路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话说得好听，光是2成利润便足够他吃到撑。顾老爷不了解我，怎知我没有启动资金？好东西从不愁销路，就算没有人脉，亦可做大自强。我对我自己的东西足够自信，想要赚到您给的这个数，至多不过1年2年而已。其余的您不必再多言，我很忙。相信来日顶峰相见之时，我会有和顾老爷合作的机会。婉婉稍等，我与婉婉10几年来父女相称，今日来此并不是空手而来。这盒子里是一座宅院地契，就在清河县。反正我举家即将搬迁，便算是送与婉婉的礼物吧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我有家人相伴，父母慈爱，且兄弟友善，何陋之有？宅院我日后会自己去买。顾老爷，慢走不送，
愿您一路平安。那宅子空着也是空着，才顺手便宜了我们。我不需要顾家的施舍。往前10几年，难道竟是我看错了？这个养女绝非池中之物。罢了，终究是他们无缘。看在往昔情分上，我不再追究此事，各自安好吧。婉婉，顾老爷找你说了什么？怎么说了这么久？他想买下我杨乃造的方子，他给了1万两，还有每年1成分红，又提了铺面、宅子和作坊的事。条件听着是好，可这杨乃造的方子，我没有答应卖。婉婉，你想怎么弄都行，爹娘都支持你。趁着我们现在还年轻，有力气，能帮你干不少活呢。还有我们，苏婉，我和你五哥到时候都在家帮你干活。咱们不需要依靠别人，靠自己的双手就行。好，等房子建起来，我把沙琪玛的方子一卖，然后拿银子成立自己的作坊，把生产出来的油奶皂销往各个县城，先在襄州府把名声打出来，再慢慢往其他州府扩张。前期先做代购，就像我们之前和杂货铺那样的生意模式。名声打响以后，咱们再成立店铺，开分店。你要卖沙琪玛的发子？沙琪玛也只是一时新鲜，又没人会一直吃，时间久了也就那样了。到时候钱会越来越难赚。而且如果往糕点铺子的方向发展，咱们就会这么一样，也挣不过别的同行啊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方子卖掉，大赚一笔，总比血本无归的好。你说的确有道理，苏婉，在经商这件方面，还是你比较有天赋。日后我的饭馆要是开起来了，还劳烦你替我出出主意。按照之前说的，饭馆盈利，然后5-5分成。5成就不必了，我要3成就行。你才是真正的苏老板，多攒点钱，日后给我娶个好四嫂回来。还没开起来呢，你们倒是在这谦虚上了。不过，我把话说在前头，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放心吧，二哥，我不会客气的。你们去流芳斋唠嗑，找机会把沙琪玛的消息告诉掌柜。想吃沙琪玛，可惜店里没有，那东西可好吃了。听说方子正要往外卖呢。我认识那个做沙琪玛的年轻姑娘，是我一个亲戚村里的，只是很久没看见她出来卖沙琪玛了，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碰见。要是流芳斋天天有沙琪玛卖就好了。可不是嘛，我身边那些邻里邻居都喜欢吃，要是这里有，我们天天来买。掌柜的，有人知道那卖沙琪玛的小贩家住何方？那姑娘说了，他们一定会来找咱们，到时候把她给的地址告诉他们便是。
我是清河县流芳斋的掌柜，我姓李。实不相瞒，今日前来是为了与你家谈谈沙琪玛配方一事。这位姑娘，你若是做不了主，便叫你家的爹娘来与我谈吧。我也不想被人说成是占你一个小姑娘的便宜。李掌柜，久仰大名，也实不相瞒，你们口中的沙琪玛，便是我琢磨出来的糕点。没成想，在清河县还挺受欢迎，倒是老少皆宜。您若是想要沙琪玛的配方，那还真只能和我谈。不过李掌柜可以放心，这事儿我可以自己做主，家中父母兄弟都没有异议。既如此，那我也不和苏姑娘绕弯子了。今日前来是想问你这沙琪芽的配方卖不卖？卖。那苏姑娘可想过这方子要卖多少银子？说个数出来，我也好看看是否在我的预想之中。5000两，不还价。苏姑娘，可我这边预想的价格是4000两，我们给出的价格一定是符合常理的。做糕点生意的都是小本买卖，4000两，换做任意一间糕点铺子，最多能给出3000两。可我们流芳斋不一样，在整个香州府有多家分号，给出的这个价格已经是最高的了。当真不再让让？是啊，流芳斋声名远扬，且口碑畅升，在糕点行业属于香州府的行业龙头。我这5000两也已经是最少的价格了。您今日既然主动来找我，肯定也是看中了这沙琪妈的商业价值，知道它能给流芳斋带来不少盈利。我只是在清河县这样的小地方做生意，不过短短2月，也已经盈利100两多。但要是放在你们流芳斋多家分号一同上市，至多不过2年，便能完全回本，往后便是纯盈利。我也是个懒人，若非是不想吃苦，这方子我还舍不得卖呢。4500两，苏姑娘再考虑考虑。李掌柜，我说了5000两，1文钱的价都不还呢。我往东家那里报的本就是5000两，原本还想着他年纪轻，能从中压下一些银子，没想到今日倒是一脚踢在铁板上了。苏姑娘，4800两吧，听着吉利，你发我也发啊。5000两已经是底价，他还想从里头吃一点回扣。多少吃一点，才不枉我费心走这一遭。李掌柜，您这就不合适了，我已经说过几遍了，您要是不诚心要的话，我这里还有其他的选择。我不是只有流芳斋可选，5000两1文也不能少。百味轩也是来找过我的，我只是想着货比3家，所以才没有答应他们。这单子要是没谈成，方子再叫对家拿走，我这掌柜就干到头了。苏姑娘，别说了，5000两就5000两，成交吧。这才对，买卖讲的是诚意，不是试探我的底线。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方子，到时候手把手教学，包教包会。但在此之前，文书得写好，1式2份，还得上交府衙盖章，方可生效。可以，都是苏姑娘说了算。这种大金额的买卖，过了官府的文书，才能真正让人安心。50张，1张不少，5000两银票，今日终于真正落到我手里。苏姑娘，银票既然点清了，后厨的人可都等着您呢。好，咱们进厨房，先把配料和步骤都走一遍。这方子不复杂，可每一步的火候和比例都不能错，比例记清楚，面要揉匀，切出来的条才不会粗细不一。切好以后先抖开，油温到了再下锅，别急着翻。比起那些繁复糕点，沙琪玛的做法其实简单得多，关键是让每个人都记住火候。原来这沙琪玛做起来竟比我想的要简单许多。他们学得越快，流芳斋就越会明白，这5000两花的不远。油温到了，面条一入锅就会膨起来，火候稳住，颜色才会干净好看。压实以后再切，别用力太猛，块形整齐才好卖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竟能做出从前没见过的口感，5000两值了。这样的做法，各出分币的师傅1天就能学会。天天和面粉打交出去，剩下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本事了。松软酥脆，甜度也正好，他们已经把最要紧的地方都学明白了。可以了，味道和口感都达到了预期，往后照着这个流程做就行。
有了这新点心，流芳斋总算能在百味娟前头再走一步。5000两银子，接下来该轮到家里的生意往前走了。5000两，这真不是在做梦。半年前我们连这样的数目都不敢想，可现在它就摆在家里的饭桌上。家里的家具都换一遍，再买2匹温顺强壮的马，弄辆马车专门送货。娘奶皂将来要卖到襄州府和周边县城，总得有个像样的交通工具。都听你的，婉婉想怎么弄都行。三哥，买马的事就交给你，马棚也得建起来，家里去把养2头猪。婉婉既然都想清楚了，不能当把最后搁家里的。现在开春了，后面那块空地不能再闲着，牛奶皂想做好，鲜花就是少不了的原料。我想在屋子后头开个小花园，这些都得慢慢种起来。长远，家里就照着你的主意一步步来。三哥去襄州府买马时，也帮我多买些花种回来，能买到的都要。好，我去州府时一样都不给你落下。月季、蔷薇、芙蓉、茉莉、桂美，只要州府有的花种都该带回来。马和车都买好了，2匹马30两，加上车顶，一共35两。花种呢？月季、蔷薇、茉莉这些可都买到了。州府能买到的我都买回来了，月季、蔷薇、芙蓉、茉莉、玫瑰、牡丹都有。有了这些种子，后院的空地就能真正变成我的花园，花香皂的第一步总算落下来了。这块地先清干净，墙根留给月季和蔷薇，过几个月就能顺着篱笆爬满。这么一围起来，往后这后院可就好看了，也能给你做皂用上。这一小小地还不够，往后还得另外弄2亩专门上花。娘奶皂既然要做主业，原料就得掌握在自己手里。1天时间，草拔干净了，土也翻好了，可这一块地远远不够我往后用，还得再弄2亩地专门向花。既然娘奶皂要当主业，原料就得自给自足。茉莉、桂花、兰花以后晒干了能做浸泡油，香气得慢慢养出来。牡丹、蔷薇、月季就留着提花露和花油，做出来的皂专门给有钱人用。前期养花费钱也费力，但只要花开了，原料和香味都能握在自己手里。养花不是1个月2个月就能成的事，可花露、花油怎么蒸馏，我早就跟着人实践过。只要器具备齐，就能慢慢做出来。慢一点也不怕，咱们现在有银子，也有时间把这事儿做好。有花露和花油的皂，香味、颜色都能做得更好，专门卖给舍得花银子的人。普通百姓就用最基本的娘奶皂，不添花油，最多染个色，也让大家都买得起。这样一来，有银子的有好皂用，生意不能只盯着一头，高端皂得做，基础娘奶皂也得铺开，路才会越走越宽。花还没开，可路已经铺下去了。等它们长起来，苏家的生意也该更上一层了。我要做很多不同种类的皂出来，所需要的鲜花也不能少，但咱们家后面那一块地还是不够，所以就想来和爹娘哥哥们商量一下，家里的农田今年就不种了，用来种花吧，要时间。可牛奶皂想走得更远，原料就不能一直靠外头。咱们家现在也不缺银子买粮食吃了，到时候我还有一些别的规划，但现在才刚开始，还得慢慢来。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爹不是不疼我，他只是种了一辈子地，离了田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咱们这种人家，往前几代都是泥腿子出身，靠着田地过日子。爹守着的不是几亩地，是庄稼人一辈子心里的根。如今是有钱了，可田里不种点粮食，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爹，你的想法我明白，家里的田咱们还是照旧种粮食，花田的事我再花银子买几亩离家近的地，也一样能打理。村里未必没人愿意卖地，江生家的那几亩荒田或许正好能解这个难题。找江生吧，他们家的地空着，这些年都已经荒了。他娘身体不好，他和他媳妇儿刚成家，怕也担不起那几亩地的担子。江生老杀本几亩荒地，确实比动自家的良田更合适。找他们把地买下来，他们得些银子养家，也不至于荒在那里。你二哥这么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江生家的地的确是荒着的。江生他爹去世的早，他娘身子又不好，2口子平时能种点菜。婉婉，爹不是舍不得给你种，只是你爷爷交代过，地就不能不种粮。爹，你不用自责，那就按照二哥说的，去找江生买地。爹的良田照旧种着，花田另想办法。江生家也不容易，我想着以后请他们2口子帮咱家做事。江生踏实肯干，也懂知恩图报。花田要做起来，靠的从来不是地，还得有人。往后生意做大了，江生夫妻还不够，村里能打交道的，也就陈家、赵家那几户可靠的人家。陈大娘细心温和，赵大娘又爽快热心。以前他们给过我的那点善意，我一直记着。60两已经备好，3亩荒地，说能买下来，花田就有了真正落脚的地方。
我想买下你家那3亩荒地，价钱就照市面上20两1亩算，60两，1两不少。那地荒着也是你家的，这银子是该给的，你不必和我客气。苏婉，那地荒了这么久，哪里还值这个价？你少给点就成。地再荒也是地，我既然来买，就照市面上的价给。银子你安心收着，不只是买地，地买下以后，我还想请你和焦信帮我打理花田，一个人3两银子1个月。苏婉，你这样待我们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卖给你了。接下来是地契过户，是花田动工，一步接着一步。打理花田不比种地难，平时浇水除草去枯叶，前期我会在旁边手把手教你们。什么花几天浇一次水，浇多少都是讲究，不懂的地方随时来跟踪我就是。他总是能会的。咱们这里气候好，雨水也匀，种花比旁的地方容易，你们不用担心养不活。苏婉，这40两是欠江玉的，他说了，要是他不在，这银子就让我还给你。江玉，他不在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收了买田的银子，当场把这40两拿出来，心里也就没了负担。银子我先收着，等见到他再还给他就是。3亩地，荒了几年，土质还算厚实，松一松，施些肥，种花应当没有大问题。田里没活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来苏家帮忙，做皂的包装，不费力气，也有事做。一个人3两银子1个月，你们2口子加起来6两，3口人用度，省着点还能存下来。实实在在的活路。苏婉，你放心，交给我的事儿，我一定好好做。往后能走多远，就看一步一步怎么走了。陈大娘和赵大娘都是可以信任的人，等生意真正做起来，再去找他们商量。江玉，他说的不在，到底是去了哪里？陈大娘温柔细心，刚回苏家那阵子，她给过我1颗水煮蛋，那点善意我记着。赵大娘爽快直接，最看不惯欺软怕硬的人，做事也热心，这样的人帮起忙来踏实。地契拿到了，3亩地都过在咱们名下了，江生2口子也答应了，往后帮着管花田。办妥了就好，往后花田的事儿你自己拿主意，爹不拦着你。花田落地了，接下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从明天开始下地干活，先把草给拔干净，到时候我和你们一起。好，明日一早我和焦县就过去，我们一定拔干净。眼下正是2月，种子越早播越好，草拔完就得松土，咱们不能耽误。有江生和焦县帮忙，开荒的事便有人能长久盯着。只要赶上时节，花田就能慢慢成型。不同花开在不同季节，花期也不一样，得先用竹子编几个棚，种上月季和蔷薇，等花藤顺着棚架爬满，花田里1年4地便能多留几分颜色和香气。棚子里还能放蜂筐，让蜜蜂采花蜜酿蜂蜜。蜂蜜是稀罕物，能留着外销。蜂培还能制蜂蜡，花油配蜂蜡，正好能做出这里没有的好口吃。羊奶皂专卖店开起来，不能只卖皂，花田里长出来的鲜花还能做口纸和胭脂。花油配蜂蜡做的口纸会比这里现成的润更好用。古法美容膏的方子我从前看过也试过，如今到了这里正好全能派上用场。想的再多也得先把地种出来，花开了后头的路才有得走。苏婉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勤勤恳恳的帮你做事的。别说这些了，钱又不是白给你们的，以后好好干，把我的花给我养好了，说不定还有更做得好。花田做皂往后的新生意，总有能让他们往上走的路。2月正是抢时候的时候，草1天不出，土1天不松，花种就得多等1天。江生负责撬割根，焦印跟着松开前土，娘收草，阿云只做田灯边清活。你伤财养好，不许逞强，做累了就停下。我午前得回去给建房的工人做饭，剩下的活儿你们慢些干，也别伤着。建房那边离不开人，娘也不能久留。3亩地的草，光靠我们几个，怕是赶不上播种。草总算清完了，可这土比我想的还硬，想种花至少得翻松3遍。光靠咱们几个太慢了，我去村里多雇些人，翻土的活不能再拖。这地至少翻3遍，第1遍破硬土，第2遍散土块，第3遍才够松软。咱们赶着播种，今天多雇几个人，花钱也得把这几亩地尽快翻出来。你放心，翻几遍我都盯着，不能叫花种落在硬土里。总算翻完3遍了，土够松，种子下去才能扎根。接下来得把每种花分好地方，这边留给香花，那边种能做花露的。每一块地都得留个往后长开的地方。地终于松开了，他怎么安排我就怎么记，往后每一块都得照看明白。牡丹、茉莉、玫瑰、郁林香、茶花、菊花、搭枝子都得分开种，各自留够常开的地方。香气重的能做浸泡油，花瓣多的留着蒸花露。花种不同，后头的用处也不同。我记住了，等种下去，我和焦杏就照你说的，看着每一块地。我最喜欢芙蓉，它得长成树，1、2年才有花，可香味好，
花也好看。等芙蓉养成了，用它提花露做皂，香气一定会很受欢迎。郁金香在这里叫草麝香，玫瑰叫刺梅，名字不同，种出来后一样能派上大用场。刺梅虽有刺，不适合大户人家拿来观赏，可它能做沐浴和净手的香料，不能浪费。春雨正好，用不了多久，种子就该从土里冒头了。花田打理妥了，新房也建成了，偏偏这时候，大哥的信也到了。大哥半个月前就到了京都，春闱在即，他也该进贡院了。会试要在京都贡院里吃住7日，等4月底5月初，才能知道大哥能不能进下一关。若进了前30甲，8月还要去殿试，大哥的路比这片花田等发芽还要久。院子大了，马、猪、鸡、兔都有了各自的地方，日子总算像个家的样子。从前只想着有口饭吃就好，没想到如今院子也能收拾得这样齐整。往后在院里做有奶皂，木桌、竹架、晾晒的地方都够用，再不用挤在旧屋里。旧屋也好，能一个人住一间，已经比从前和兄弟们挤在一处强多了。你去睡大一些的新房间，我搬来你这个小屋。我住哪儿都无所谓，可二哥每回对我的好都不说出来，只落在这种细枝末节。你们姑娘家比较讲究，日后置办的东西会越来越多，住大一点比较方便。老先生说今年还会再来，书里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，我得记着，等他来了再问。新房落成，俺也去请乡亲们吃顿席面，热热闹闹的庆一庆。新房、花田、牲畜和生意都慢慢有了样子，是该请乡亲们来热闹一回了。我带苏晨去清远县把你舅舅一家接回来，天黑前总能赶到。爹，我去套车，舅舅他们头一回来，可不能叫他们在路上久等。婉婉跟我进县，请厨队买菜买肉，把能备的都先备齐。厨队的价钱，再把桌上缺的东西一并补上。都利索些，等人齐了，咱们就开席。坐稳些，路上别赶得太急，平平安安到清远县最要紧。爹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舅舅一家头回来，咱们得让他们踏实实住下。3年没见了，也不知道名字如今过得怎样。那件事，快去快回，我等着你们把人接回来。10桌席面，荤素汤品点心都齐全，俺也去的人手也够。菜得新鲜，肉得足量，亲戚朋友来了，不能让人觉得咱们怠慢。日子定在后天，早些到村里备菜，鸡鸭鱼肉、热菜甜点都别吃。 15两就15两，这席面我们定了。成，俺也去人手食材都备妥，到了日子准时给苏家办得风风光光。这张先搁院墙边，别挡着院门，后头还有桌子要抬。桌子够了，长凳还得再几张。乔迁宴100，可不能让客人站着吃。也去把西头2家的等子也搬来，明明用得上。娘好不容易想办一回热闹席面，我得把能做的都做好。走，趁天还亮，把剩下的也接齐。名字到家了，下车吧。姐夫，这真是姐姐的新宅，这青砖大院比我想的还气派。姐姐家境过得这样好，我们这一趟来的秃，可别给他们添麻烦。是你姐姐的新家，别站外头了，她早就在里头等着你们。那俺也去见姐姐。名字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进来，让姐姐好好看看你。姐，我早该来看你的，如今见你日子过得好，我心里高兴。这孩子是，这是我们已经收养的孩子，才2岁，家里总得有个男丁。名字竟连这件事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怎么从没捎信告诉我？弟妹的身子到底怎么了？对该说，我们不想叫爷你跟着挂信。是我身子不争气，孩子是我们从亲戚里面家抱来的，赔不是。先进屋外头风凉，当年的事他果然一直没忘。可今天是乔迁的好日子，我不能让孩子们看见我们身份。都别在院里站着，快进堂屋暖和暖和，路上累着了吧？姐，俺也去，路上不算累，见着你们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你就是婉婉吧？小时候见过几回，哭得不大轻了。是我，青青姐一路辛苦了，快进来，我给你们倒热水，自己拿着就成。婉婉，你家真好看，我一进门就看呆了。青青姐，今晚你就跟我住这屋，床够宽，咱们挤一挤正好。这屋子真好，又亮又宽敞。婉婉，你们家如今的日子可真叫人羡慕。小时候一见面，我们总要拌几句嘴，我原以为他会和记忆里一样不好相处。羡慕什么呀？都是你来了，就青青住这会见外了。好，我觉得我现在和小时候很不一样。这是我娘给你挑的银簪，这方帕子是我自己绣的，不值什么钱，你别嫌弃。我喜欢的很，这兰草绣的比铺子里的还细。青青姐，你的手可真巧，你窝在家里又小拿得出手。你若想生艺绣花样，尽管来找我，咱们一起琢磨。好啊，说话，我忽然觉得小时候那些争嘴都不算什么了。记得小时候你总嫌我话多，我还以为你这回见我会先拿这事儿笑我呢。不是嫌你话多，我那时其实羡慕你，家里这么多人，原来他不是不喜欢我。他只是一个人待久了，最不缺的就是人说话。那以后你多来，好，往后你可别嫌我烦，俺也去多来看看你，也看看姨母。你们夫妻住北边客房，床褥都是新铺的，孩子夜里若醒，喊一声就成。青青姐，客房旁边就是我娘的屋子，有什么事儿你直接喊她，别一个人闷着。记住了，婉婉，有你领着，我一点都不怕认错了。饭菜还热着，今晚先给你们接风。好，俺也去吃饭。姨母家这么热闹，我今晚肯定睡得香。都动筷子，青青和弟妹一路赶路，先把肚子填饱。青青姐，这个是我家自己做的沙琪玛，你多吃2块，路上饿坏了。你们如今把日子过起来了，我替你高兴。往后有用找我的地方，只管开口。今晚就刚在嘴上不说，都是心里却一直记着。都吃菜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今晚只管高高兴兴坐在一处。名字多吃些，
你们赶了这么远的路，可不能只顾着客气。姐，你们如今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。看着这一桌，我心里也替你高兴。你们家做的这个真好吃，等我回家也要学着给我爹娘做。往后都是一家人，慢慢处，什么话都能说开。别收了，明儿还有人做。你吃的少，肚子可还饿着。我不饿，舅舅他们一路辛苦，别叫人觉得咱们招待不周。都是一家人，没人会怪你。你若心里有话，跟娘说。甜的先吃一块，别把自己憋得太紧。今晚不问你别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也别担心，我不会在今天闹得大家不痛快。娘知道你懂事，可懂事不是把什么都吞回去。听见没有？青青他们都安顿好了，你也该把心放松一点。好，娘，我会慢慢说。人都来了，屋子也热闹过了，可每个人心里好像藏着一句没说完的话。叶儿那件事也只是暂时压下去了，婉婉和青青倒是乔迁起来了。孩子们的路，有些话终究要比我一件一件问清楚。姐姐，这是我和杨明2年前从我娘家亲那里抱来的，取名叫杨琴，勤快的那个勤，两边隔得远，一直没来得及和你们说，你可别生气啊。姐不怪你们，过来了就好住几天。姐，我们还真有事求你帮忙，这事儿有点棘手。娟子，啥事儿？你说说看。青青前段时间去县里卖菜，却被县令的公子看上了，硬是要我们不想他去做妾，就想着让他暂时在姐姐这里避避风头。清远县他是暂时不能回去了，人家是做官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呀。娘，我不想给人做妾，他们已经催了好几回，我若回去，只怕再也不能自己做主。我们想着清远和清河的远，先让青青在姐姐这里避一避。青青先留下，别怕，只要人在清河，我就不会看着她受委屈。青青姐别怕，既然来了我们家，就没有把你再推回去的道理。青青到了婚嫁年纪，我想求姐姐替她在清河寻个好人家，越快越好。娘，我不想给人做妾，我宁愿像建安文库人子人。好孩子，婚事不能只为躲人就随便定，先留下，咱们再慢慢想法子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！县令公子看上谁，谁就得给他做妾吗？县令公子如此霸道，为什么不去州府找知府告状？强抢民女可是重罪。萱萱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百姓告上去也没人肯听。难道就因为他有靠山，青青姐就只能认命？我也不想认命，他们手里一家都怕连累姐姐。他们不明着抢人，差点把他安上，保把他年轻嫂，我的田里人一夜之间全没了。他们是在断人活路。你们家的田现在没出事吧？可如今正是百字出点，我们一家的就没活路了。田还没出事，就还有想法子的余地。你们凭什么这样欺负人？有官府撑腰就能逼着青青姐给他做妾吗？人家有靠山，你没听见？光凭一腔火气，是我不想护着青青，接不了人我。不是不管，是知道要紧。先别吵，青青和你们一家今晚谁也不用回庆元，这事儿咱们坐下来好好想。他们这是拿百姓做道歉的田和粮逼人低头，县令就这样看着不管吗？他们官官相护，县令夫人的娘家又攀着州府的高官，也只是把不只是先把人护住，其他的事儿咱们一件一件想。那位公子已经有7房妾室了，其中一个原本还是嫁过人的，他用手段把人逼到身边，外头看着像是自愿，谁也不敢替他们说话。这么多人都被他盯上了，青青姐要是留在清远，根本没有喘气的机会。所以我们才想着求姐姐先把青青在清河，哪怕只是暂时，也比回去等着强。县令夫人的胞妹是州府高官的夫人，他们官官相护，我们哪里告得靠山？有官印，还有一层层的人情网。青青姐想讨个公道，怕是连门都进不去。也有得先把和青青一样是清清白的人家女儿，那就先不把希望咱们在清远县姐和舅舅一家的退路守住。他就是要逼得你主动把姑娘送上门，才肯放过你。没有粮食，这日子该如何过？我们有权有势的人家根本对抗不了。他们这是拿田地和粮食逼人低头，青青姐只是他们盯上的下一个姑娘，所以青青不能回去。只要她还在清远，他们就不会轻易放手。先把青青护住，田里的事也不能不管，咱们一件件想。我不怕自己吃苦，就怕县令公子找不到我，反倒来给姨母家添麻烦。舅舅，你们这一路有没有受伤？家里的田和粮可有已经遭人动过？青青才被他看上不久，我们家暂时没出事，可眼下正是春播，我怕他真去回我们的田。人没受伤就好，田还没出事，我们就先把你们留在这里，再想后面的法子。他已经有这么多妾室了，还要盯着青青姐不放，难道县里就没人管他吗？他已经7房妾了，其中一个原本都嫁了人，还是被他用手段。看着像是自愿，可谁敢听念过自己的日子？怎么就这么难？是青青别怕，先在这里住下，只要我们还在，就不会把你一个人推出去。他们凭什么这样欺负人？有官府撑腰就能逼青青姐给他做妾吗？先扶你们金钱，指明一个家的田，把这更大的祸招到他们头上。师傅常说，民不与官斗，不是不敢，是知道斗不过。眼下唬住人和田先别吵，可青青和你们一家今晚若都留下，明天再把人田婚事一项一样掰开想。你们一家今晚都留下，客房挤一挤能住下，青青也先跟婉婉住。姐，这回又要给你添麻烦了，只要青青能平安，叫我们住多久姨母，谢谢你。杨琴夜里若醒，喊我一声就好。先把今晚过好，清远那边的风声，咱们明天再细细盘算。青青若要在清河寻人家，咱们就把人品看仔细，婚事不能草草定。娘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青青姐的户籍在清远，婚书还得回清远府衙过文书。也就是说，真要定亲，清远那边迟早会知道青青没回去。随便找个人嫁掉，既护不住青青姐，也可能把清远县令的目光引到我们家。婚事先不急，青青和你们一家都在这里住着，先避过这阵风头再说。可清远县令公子若一直惦记青青姐，就算他不回去，他也会想办法打听她去了哪里。那我就一直躲在这里吗？人先留下，
婚事和清远那边的风声，我们慢慢想，不能叫青青一个人扛。两家结亲，得拿生辰八字去当地官府过文书。青青姐的户籍在清远，这个关口绕不过青姐。婚书一动，清远那边就会知道她没有回去。田里的事，总还能再想办法。既然回清选是送上门，那就都留下。可青川这边再难，下一步会不会顺着舅舅一家找到我们这里？他再霸道，也不敢把这事儿明晃晃的闹到台面上。真要大张旗鼓强抢，闹出民愤，他老子这个县令也未必担得住。只要他不敢明着来，我们就还有时间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可家里的鸡鸭和农田总得有人照看啊，那些哪有青青的将来重要？娟子，你和阿明带着青青扬琴，先把眼前道坎迈过去。田地和佳期还能再想法子，可青青姐的路不能再被人逼断了。我原本是要去走亲戚的，家里的鸡鸭已经托隔壁邻居帮着照看。田地若真顾不过来，等过些日子我替你跑一趟，人先安顿好了，别的总能慢盘算。姐夫，多谢你，青青的事儿，田地呢还在麻烦你，也该分。牙齿和舌头还会打架，手是应当的。以前那点看得翻过去，人才能一起往前走。表姐，别光闷着了，看看这些，喜欢哪一朵就挑去戴。婉婉，这些真漂亮，我从前都没见过这么多好看的珠花。真的，表姐喜欢就挑几朵戴，你戴上肯定也很好看。我拿2朵就够了，再多我也舍不得拿试，能安稳睡上一会儿就够了。婉婉，这只也好漂亮，一定很贵吧？一看见这只簪子，我就想起江玉那张似笑非笑的脸。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送的。那我不看了，婉婉肯送我珠花已经是极好的了。那2朵就是你的，明早带上，我带你去山上采花泛心。我又看见那扇关着的门了，我不想回去，我不想要被打问。我梦见他们又来抓我了，我好怕。表姐别怕，这里离你家远着呢，他找不到。就算他真敢来，咱们也不会让你嫁给他。我知道，可我一闭眼就觉得自己还在清远。等你困了，咱们再一起睡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以前有个叫后羿的人，他射下了天上多余的太阳。后来呢，嫦娥是不是也一直等着后羿？后来，嫦娥去了月亮上。他总算睡着了。昨晚害怕的事，先让他在梦里离远一点。都近午了，他还没起，我进去叫他一声。静江别去，几乎没睡。我陪他说了半宿话，让他多睡会儿吧。这孩子昨晚竟怕成那样，等他醒了再吃也不迟。今天不急，先让他睡个踏实觉。我一夜也没合眼。若那县令公子真找来，可怎么办？这么远，哪是他说来便来的？你先把心放下来。他若真敢来，咱们就去找清河县令讨个公道。咱们这儿的县令是个好官，总不会不管。舅母，等表姐醒了，我带她上山采花，山里透透气，她心里也能松快些。这片野山茶正开得好，采回去做花露、浸花油、养奶皂会更香。原来这就是山茶花，远远看白白茫一片，靠近了每朵都这么好看。多采些，午后咱们一起把花洗干净。忙起来，心里的事儿也就没那么重了。等桃花全开了，我得来采一些，做成花露和花油，制造时肯定用得上。苏家做皂的事，我原先只听人提过，原来一朵花也能被婉婉用得这么仔细。花也好，草也好，只要用对了地方，都能变成好东西。走吧，咱们继续采山茶。婉婉，你快来看，这丛野果长得真奇怪，能吃吗？辣椒，辣椒，你认识它？这东西真能吃，能炒菜，特别香。咱们这儿还没人种它，可爱吃的人一定会特别喜欢。四哥的酒楼若有辣菜，往后便多了一样旁人没有的招牌，这些都得采回去。可花篮装满山茶了，不能把花瓣挤坏，先摘一部分，回去把花放好。下午带哥哥再把4只皮全采干净。好，我来摘青的。原来采这些小果子也能叫人忘了不少心事。红的能晒干磨粉，只要把它养出来，四哥酒楼就有旁人没有的味道。走，先回家。四哥看见这个肯定坐不住。四哥，我找到好东西了。这啥？红的绿的，像果子又不像果子。那我先尝尝，到底是个什么味儿？四哥，别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嘴里怎么像烧起来了？快喝水！谁让你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往嘴里塞？苏安，你整我呢？这哪是果子，分明是要命的东西！四哥，什么都尝尝，只会害了你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炒熟了真的好吃？先生的书里记过，名叫辣果，能祛湿驱寒，无毒。只是没说过它能入菜。它既能入药，喜欢吃辣的人会特别喜欢，不喜欢的就会像四哥这样受不住。那我肯定不喜欢，谁爱吃这种东西，谁最喜欢说好吃。炒熟了总该和生吃自己吃去。那就晚上见真章。炒熟以后，四哥可别再嘴硬。红的晒干能磨成辣粉，种子留下来还能栽；青的炒着吃或者做剁椒，都能变出新味道。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往后我的酒楼有了辣菜，还真能比别家多一份招牌。所以山上那些都不能浪费。四哥，你陪我去采吧，咱们先把种子和能吃的都带回来。下过酒楼把山上那一片全摘回来。我也去，多个人多双手，俺也去帮着摘。山上就有这么多，爽婉。咱们今天怕是能采回好几10斤。红的尽量留好，里头的种子自定，就不用再满山找了。洗干净后先沥水，花瓣别压着，下午做花油正好用。姨母，这些花洗好了，忙起来。原来做皂要费这么多心思，肉要肥瘦相宜，青红椒的酱油正好派上用场。都别急着动筷子啊，下午那一下我可还记得。生吃当然呛，炒熟了再拌拌饭才是正经吃法。你们看，我一点事没有。婉婉，这菜果然好吃，辣意不冲，在乎到的确实都这个。四哥，你看三哥未来酒楼掌柜，不敢试吗？爹娘、舅舅、舅母，你们快尝尝。真挺不错的，变了，真的变得好吃太多了。怎么样，四哥，没骗你吧？
苏婉，这个真能种出来？当然，辣椒里的籽处理好了就能种，还能做辣椒面、剁椒，各有各的滋味。回头我教你。那就试着种一片，等我从月满西楼回来，咱们便开酒楼。舅舅，到时你来给我做事，我给你开月历。好，到时候舅舅一定尽心尽力。爹娘这一眼，抵得过千言万语。眼下野山茶开得正盛，多做些山茶花鸟奶糕，必能卖上价。待桃花开了，晒干磨粉，可做天然染色，再提炼花露制木发皂。次日一早，后厨队伍便带着各类肉食食材送到了苏家。爹爹又从村里养羊人家购入2只活羊，整个院子一下子就热闹忙活起来了。街坊邻居都过来道喜凑热闹，我用沙琪妈招待大家，母亲备好瓜子，满院子都是闲谈嗑瓜的欢声笑语。请了厨队，我们只需铺桌摆碗，端菜招呼。二哥专门记人情账，来日也好还礼。谁家送了10几文、几十文礼钱，他都一一记下。全村几乎都来了，椒鸭鱼肉样样不缺，10里8乡，许久没见过这样大方的主人家。只是这满院热闹里，何家始终没露面。酒席散后，结清厨队银钱，大娘们帮着收拾碗筷，扫进院子，家里总算慢慢静下。几个哥哥则挨家挨户把借来的桌椅板凳一件件还回去。这时，一名青衣男子登门，手中捧着一只木盒。这位公子，你找谁？苏夫人，在下替我家公子送贺礼。恭祝贵府新房落成，乔迁大喜。你家公子又专称是谁？我家公子姓姜，听闻苏家新居落成，特命在下送来贺礼。近来遇上的公子似乎都不是什么省心人物，智通透，雕工精细，价值不菲。除了姜玉，还能有谁？既是贺礼，自然没有不收的道理。娘，快把观音娘娘请进去。观音娘娘恕罪，寒舍简陋，委屈您。这玉观音怕是足够买下一座大宅子了。姜玉人不在，半点没缺席苏家的大事。苏姑娘留步，劳烦替我问问你家公子，就说后会有期。好的，苏姑娘，一定带到。那双深情含笑的桃花眼，竟至今仍挥之不去。乔迁宴到此落幕，接下来便该忙生意了。3亩花田已经分好区域，临河取水也便利。棚角种月季和蔷薇，棚中养蜜蜂。蜂蜜制美容膏，蜂培制蜂蜡。花田的用处得发挥到极致。菜地分出1亩专种辣椒，红椒、青椒各占一半。辣椒籽晾好后，才能播进湿润土里。等苗长成，气温升到18至20度才能移栽。株距、浇水和施肥，每一步都得细细把控。2哥和4哥暂时没外出，留在家里帮我种花、种辣椒、制造。待诸事忙完，已经是3月底。京都春寒未尽，贡院又阴冷潮湿，连考7日，万不能受寒。前几日制好的羊奶皂，普通白皂150块，染色印花皂150块，山茶花香皂100块，普通皂每块能赚12文。山茶花香皂是新品，杂货铺卖25文，我能得20文利。这一批卖完，便有了往香州府迈第一步的底气。一批山茶花浸泡油，大约能做500块香皂，纯露却只剩3小竹筒，还得等吴用子回来做木发皂。这花香代替香料做成木发皂，洗后杏仁油用得多，得同粮油铺定时大量送货。吴饼子也得让2哥去药房收些囤着。核心配方，宁可我自己辛苦，也绝不能外泄。这一批皂卖完，我便把目标放到香州府，先找代理代卖，借他们的渠道把名声打出去。江生夫妇平日打理花田，空闲时便来家里帮忙。赵方忙做起来，他们正好负责包装。每月3两银子，总得让他们做得踏实，也让这份工钱不白拿。等订单多起来，便建锅坊批量生产，名气稳住，再开实体铺子，自己生产自己卖。院旁另盖一处院子，专门制造晾晒。这处锅作坊一盖起来，往后的生意才能腾出更真正铺开。最多半年，我一定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铺面。另外3家都答应了，2家各5两，1家3两，爽快得很。人家地多劳力多，拿了钱还能另开荒地，自然爽快。就刘奶奶那块儿才难说。刘奶奶，这才是真正的麻烦。刘奶奶那块地最大，可她那性子，谁家鸡啄了她一口菜，她能骂上一整日。她独居，最怕断了生计，这事儿得从这儿下手。我去跟她说，我与她没旧怨，说话好歹能听进去几句。怎么了，婉婉？又有跑腿的活？江猎户家的桃花开了，你和他关系好，能不能同他说一声，让我去摘些桃花？婉婉，3哥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可不能告诉旁人。
保证。其实我和江大叔是师徒，这些年他一直暗中教我武艺，不许我外传。师傅离开襄州前，把鸢门钥匙留给了我，里面的花你尽管摘，别伤了根就行。天哪，三哥居然是江烈虎的徒弟，那你武功是不是很厉害？会不会飞啊？飞檐走壁不成问题，一直飞可不行，那岂不是成神仙了？三哥好厉害！走，三哥带你摘花。真美啊！喜欢就摘，都是你的，别伤根就行。江大叔不在，满院春色无人赏。那三哥给我表演个轻功上树吧。好，三哥好棒！原来轻功真能这样上树，江玉他是不是也能做到？我怎么又想起他了？莫名其妙。婉婉，你去看看别的花能不能采，桃花三哥来摘。好。海棠太名贵，还是让它好好开着吧。够了吗？够了，一半做干花，一半做纯露，总得给桃树留一些。能用的花够了，桃树也没伤着，正好。娘的脸色不对，刘奶奶那边怕是没谈成。娘，怎么了？刘奶奶不肯。这个刘老太简直不讲道理。我好好同她商量，她非说咱们断她活路，咱家又不是不给钱，我再晚走一步，她怕是要拿扫帚赶人。刘奶奶不肯。何止不肯，她说想要她让地也简单，给20两银子。20两，一亩水田才值20两，一年还能出100来斤粮食。她那半亩菜地，莫非是金子做的？20两不算大数目，可这冤大头不能当。20两绝不可能，实在不行就另想办法。作坊以后搬到县里也成，不必让爹娘为难。其实还有一个人能找，何村长。你看上何家那1亩多菜地了？何家那块地离咱家不远，还跟咱家菜地相邻，别的田地都在半山腰，建作坊不合适。何家是最省事的选择，可我不想让爹为了我去低头。除了何家也没别的选择，闺女是办正事儿，便是不对付也该去说。不必找何家，刘奶奶怕的不是银子，是没地种菜，拿家里剩下那半亩地换她的地，再补2两银子，她多半会答应。这2两银子足够补上这段空缺，2两银子换来作坊用地，省时省力，也省得再同何家牵扯。地有了，往后作坊总得有人管事，我不可能日日守在那里。舅舅老实本分，也从没打听过杨乃照的配方，倒是第一人选。舅母精明，青青也单纯不贪心，只是人心还得日久才能看清。娘刚受了气，却还是为了我的作坊，愿意再走这一趟。行，我再去一趟。为了婉婉的作坊，我再挨她一顿骂也认了。娘，我去吧，我和刘奶奶说。她那性子，你去了免不得受委屈，还是娘去？我陪婉婉去。有阿姨陪着，我便放心了。娟婉，这些桃花交给舅娘吧，劳烦舅母洗净，一半晒干，另一边留着，等我回来蒸笼桃花纯露。好，青青，跟娘打水洗花去。好。2个儿子各自有了家，他只能守着这几分菜地过活。他要的未必是20两，只是怕没了菜地，往后的日子没着落。为了我那点地，跑了一趟又一趟，除非给20两，不然不卖。少说废话，省得我骂得难听。他是故意给我们下马威，可越是这样，越说明他心里也在掂量。刘奶奶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想用河边那半亩地换您这半亩地，另补2两银子。您地里的菜我们也不要。他守的不是这块地，是每日能收下的菜和心里那点踏实。河边那块地引了水沟，土肥，浇水也便利。您年纪大了，挑水绕田挡既费劲又不安全。我们知道您指着菜地过日子，才想了这个2全的法法。他动心了，再给他一个能占小便宜的台阶，这事儿就能成。河边的地那么好，你们肯换？别家知道了能答应？只要您不声张，谁会知道？咱家不让您吃亏，您给个痛快话便是。他要的是能继续种菜的地，也要一句自己占了便宜的准话。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，我还能不应？不过换了可不兴反悔，
自然不反悔。地里的冬白菜，我让哥哥替您收好送回家。地终于定下，作坊可以动土了。围起地，建仓房和工作间，铺青石板，再打木架子晾造，临时作坊就够用了。地终于有了，接下来便是把造一块块卖出去。